一塊不起眼的石头卻把我死死困在地下洞穴裡。上萬人聞訊而來，從生拉硬拽到千斤頂、烤石頭，甚至挖了一口20米的豎井。專家們絞盡腦汁，卻始終沒能把我拖出那道裂縫。那天我拿着一盏煤油燈，一卷22米的繩子走向沙洞，入口的岩頂掛滿冰柱，冷得刺骨。我脫掉厚重的大衣，跪在泥水裡，爬過寬度不到25厘米的擠壓點，來到第一室、第二室。這是沙洞裡最寬敞的2個空間。再往前的滴水空間，上方有2塊巨大的尖岩，迫使我必須像老牛犁田一樣，貼着底部的淤泥慢慢往前拱。更要命的是，這是舊洞塌陷後碎石和泥土臨時撐出來的一條縫，我隨時有被活埋的危險。過了這裡是比較寬敞的回轉室，再往前的洞道原本被一塊巨石堵死，幾天前被我用炸药強行炸開，露出一道向下的斜槽，它的尽頭是一道 V 字形窄縫，上方還懸着一塊石头，所以我必須仰卧着把自己折疊起来。硬擠過去後，我意外在下方发现了一条深约18米的豎井，底部如果藏着一座巨洞，那我就能開設景點，發財致富。興奮之餘，我滑向下方探索，不料煤油燈忽然一陣亂閃，安全起見，我開始返程。回到 V 字形窄縫時，我翻身仰卧，雙臂向前伸直，先把煤油燈推出去，再一寸一寸地挪動身體。就在此時，煤油燈卻失手推翻，洞穴瞬間黑了下來。好在我經驗豐富，繼續蹬住洞壁向後推進，不料無意間蹬到了那塊懸着的石頭，它猛地砸下來，壓住了我的左腳踝。我本能地用右腳去踢，可越掙扎，碎石越往下滾，像沙子一樣埋住我的雙腿和腰。直到次日清晨，鄰居家的兒子朱厄爾看見洞口的大衣，才一路順着洞道爬到了斜槽入口。聽到了我微弱的呼救後，他不敢貿然穿過窄縫，只能立刻退回洞外求援。很快，弟弟霍莫趕到了。為了鑽過那道窄縫，他在嚴寒裡脫得只剩一條短褲，一路滑到斜槽底部，終於爬到我身邊。他先把食物和咖啡一點點餵到我嘴邊，再動手清理壓在我身上的碎石。可我像一枚塞子，卡滿了整條裂縫。霍莫頭朝下下來，就只能倒着身子幹活，反而進一步堵死出口，無法將碎石清理出去。換成腳先進來，也頂多夠到我的肩膀和胸口。於是他改用一個鐵皮罐，一勺一勺把沙石舀出去。可剛舀走一點，四周鬆動的礫石立刻又滑下來，把空隙重新填滿。他又讓人把大鐵錘和冷鑿帶下來，試圖砸碎我頭頂的石灰岩，給我騰出一點空間。可空間太小，錘子都掄不開。他不死心，又試着用汽油噴燈想把岩石烤脆，可噴燈在密閉洞裡點不着，還隨時會爆炸。遞給我的撬棍也因為我又虛弱，胳膊又被夾住，成了根廢鐵。救援最瘋狂的一次，狹窄的洞道裡排起一條人鏈，試圖用吊帶把我硬拉出去，可腳被石頭死死卡住，整個人感覺被撕成了2半。霍莫聽見我的慘叫，立馬叫停了眾人。硬拉失敗後，好友傑拉爾德耐着性子挖了一夜，才清走壓在我右腿和臀部下的礫石，可左腿還是被死死卡着。與此同時，我被困的消息已經順着鄉間的電話線傳到了各大報社。2月3日，記者米勒憑着瘦弱的身軀，成功鑽到斜槽底部，對我做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採訪。他還帶來了食物，接通了一盞電燈，總算給了我一點光和熱。晚上10點半，米勒先把一根撬棍順着我的身子伸到石頭下方，中間墊些碎石當支點，再把千斤頂卡在堅硬的洞頂和撬棍把手之間。說白了就是搭了一個蹺板，靠槓桿原理把石頭撬開。奈何千斤頂太短，夠不到把手，只能在中間墊塊木頭湊數。結果勁兒一使，撬棍一扭，木頭便失去平衡，啪的一下滑飛了。反復嘗試無果後，精疲力竭的米勒退了出去。隨着救援的人越來越多，洞壁被蹭得越來越鬆，燈火和人的體溫融化了洞泥，血水順着石縫滲進來，把撐着通道的碎屑泡成了爛泥。2月4日，斜槽入口，也就是我曾經爆破的地方，發生垮塌。傍晚，好友傑拉爾德帶着幾個人用木板撐住塌方附近的洞頂，一塊一塊往外摳，終於清理出一條極其狹窄的通道，打算派一個瘦子鑽進去，用凡士林把我的腳劃出來。可夜裡塌方點前方又塌了一堆碎石。
自此，我的世界只剩下黑暗和滴水聲。后來，各行各業的專家湧向沙洞，有人提議用羊乙炔焊具把壓在我頭頂的石灰岩熔掉，听着挺利落，可那玩意儿能燒出3000多度的高温，石头還沒化，我就先給燒死了。隨着成千上万的人聞訊而來，鐵絲網外，小販叫賣着熱狗、爆米花和紀念品，一個漢堡賣到平時5倍的價錢，照樣搶光。這已經不像救援，更像一場圍着死亡搭起的鄉村嘉年華。政府接管現場後，總指揮登哈特將軍決定從地表向下挖一口豎井，直達我的頭頂。為了避免大型機械作業時震塌動勢，300名志願者分成3班，一镐一鏟，晝夜不停地往下刨。可老天也在跟我作對，融雪雨冰輪番往下灌，豎井底一度激起30厘米深的水，得靠水泵不停地抽。四周的爛泥和松礫還不断往裡垮。工人每往下挖1米，就得用沉重的枕木把井壁一圈圈撐住，不然整口井隨時會塌。挖到16.7米的深度時，底部的土塌得太快，又撞上一層堅硬的石灰岩，再往下垂直挖幾乎不可能，也太危險。工程師卡邁克爾當機立斷，決定井底橫向開挖一條隧道，從側面切入沙洞。2月16日下午1點半左右，橫向隧道終於打通。身材矮小的職業礦工布倫納頭朝下鑽進洞室，第一眼看見的是我的金牙。他伸手探了探，我的臉早已冰涼，脈搏也沒了。2月17日，現場為我舉行了一場葬禮，沒有屍體，沒有棺材，甚至也沒有墳墓。照理說，我的故事到這裡就該結束，可好友霍默不願讓我一直深埋地下。幾個月後，他召集一批礦工重新打開舊豎井，又往下挖到18.3米，從側後方擴開洞道，終於把我的遺體拖了出來。而壓住我左腳踝的那塊石頭僅僅只有12公斤。諷刺的是，鄰居卻借着這波流量，在沙洞搭建了一間售票處，向每一個踏上想看我喪命之處的遊客收取50美分的門票。我的左鞋和那塊石頭也一起被擺在入口，供遊客打卡拍照。1925年4月26日，我終於被安葬在水晶洞。可2年後，水晶洞被賣掉，新主人又把我挖出來，放進一口帶玻璃的棺材，供遊客觀賞。旁邊的墓碑寫着"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洞穴探險者"。1929年，盜賊撬開玻璃棺，把我偷走，遺體次日在河邊找到，唯獨少了左腿。活着時，全世界拼了命想把這條腿弄出來；死了，卻有人拼了命想把它偷回家。其實最可怕的，從來不是那塊石頭有多重，而是它壓住我之後，地面上悄悄長出了另外一座洞。它由報紙、攤販、謠言和圍觀堆積而成，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卻比我腳下的洞更深也更黑。最諷刺的是，1977年，羅傑·布魯克帶領的科考探洞隊在回轉室外發現一道隱蔽的裂縫，可以完美地繞過塌方點，抵達斜槽。它寬約23厘米，勉強夠一人側身鑽過。只是入口恰好被附近洞壁巨石的陰影遮住，一直無人察覺。救我的方法原來如此簡單。